我叫苏萱，这是我准备分手的第73天。刚吃完重油重辣的就喝冰的，肚子不想要了。苏萱，你也是，知道他没有自制力，为什么非要在他面前喝？赶紧出去，喝完了再进来。管天管地还管到你姐头上来了，萱萱，你说说他，没大没小的，当心我不把我妹妹交给你了。萱萱，你告诉某些人不听我的，别到时候又大晚上哭着给我打电话说难受。看着两人旁若无人的样子，突然就觉得这一切都没意思了。终于喝到了。不听话是不是？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萱萱，你管管你男朋友。萱萱，你自己打车回去。我想好好教训一下某个不听话的小野猫。小野猫？你在说谁？我今天就告诉你，小野猫也是有爪子的。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自己打车啊！别担心你姐，她一会儿老实了，我送她回家。3年感情，我连苏秋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吗？傅西辰，这日子我受够了。上车。第12次来接你。12次。秦玉，从我把苏秋介绍给傅旭成认识的那天起，半年时间，我竟然被他扔下了12。旭晨，我痛经，难受的想躺着。那我坐副驾吧。苏苏实在难受，我先送她回家。身体好，能考。快了，快了，马上到。不就是个小口子嘛，你至于这么紧张？我们的纪念日，他在陪别的女人。旭晨，我分手了，我好难受。苏秋一句话，他就能抛下一切狂奔。我就说他肯定会吓死，你看他那副胆小的样子。也就他当真了。我的恐惧是他们的玩笑。3年12次，我像个笑话陪你演了一场又一场。我们结婚吧。你说什么？萱萱，旭晨，萱萱怎么不说话呀？该不会是生气了吧？哼，别管他，每个月不都有那么几天发神经？打着姐弟的幌子搞暧昧，真让人恶心。这烂日子，我受够了。你以后别在你姐面前吃那些垃圾食品，她肠胃不好，人又馋，每次看见你吃，她都要跟我犟着非要吃。你记得我有胃病吗？有就有呗，那能怎么办？明天还有团队聚餐，我休息了，你别再找事儿了。苏萱，这就是你喜欢了3年的男人。我来找我妹妹妹夫蹭顿饭。你穿这么少不冷？那你把外套给我啊。哎呦，副总对他大姨子也太好了吧！姐妹两个都如花似玉的，副总这福气真是没谁了。你们懂什么呀？这叫爱屋及乌。他在公司跟萱萱是不是特别腻歪？哪能啊！副总公私分明，上班从来都假装不认识萱萱姐的。真乖，听话鬼。等着，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听话鬼。你胡说什么呀？我去下洗手间。真麻烦。萱萱，你看看你男朋友，我就让他帮这么点小忙，他就骂我。袋子崩了，我总不能光着走回去吧？一唱一和演戏给谁看？简直令人作呕，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旭晨，你看萱萱都不理我。他就那样真扫兴，还是秋秋好。等着我去开车。你快点儿，你姐穿这么少，一会儿冻感冒了。练得不错啊。傅旭晨，
专心开车，你再拦着试试。秋秋，秋秋，你别吓我！秋秋，傅旭晨，傅旭，缝了6针，伤口有点深。家属呢？去让家属签个字。你姐受了惊吓，现在还没醒，我得守着她住院观察。有什么事晚点再说，别给我打电话。给我吧。3年的付出，终究是一场空。起来，秋秋因为你缝针的事自责，一直哭到现在。你去跟他说一声，就说你没事。傅旭晨，放手！医生说我脑震荡严重。你先跟秋秋解释一下，他从出事到现在一口水没喝，也都没喝过。苏璇，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装晕？秋秋刚才被你吓得又哭了。你要不想解释，你就直接说不想，往地上一躺，算什么本事？傅旭晨，我们分手。秋秋现在还在哭，还在医院观察期，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时候胡闹？轩轩，你是不是生气当时他救我没救你啊？道歉！我妹妹可是你老婆，你怎么不管她？你给我发誓，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第一时间保护她。对不起，轩轩，我保证下次先救你。好了，我道歉了。我的小祖宗，快回去躺着好不好？医生说你有轻微脑震荡，要卧床休息。这还差不多。轩轩，你要是还生气，我马上让他跪下给你说1万遍对不起。你呀，自己头不疼了，差不多得了，别再闹。我不生气。真的吗？真的。妹妹你放心，有我在，这家伙这辈子都不敢对不起你。明明是我的男朋友，现在却显得我是那个多余的。给我吧。你去帮我姐吧，她力气小，我不一样，我习惯了。你终于懂事了，早知道有这样的效果，就该早点来一次。等过2天我就去你家提亲，咱俩的婚事也该上议程。你早就急不可耐了吧？傅旭晨，你永远这么自以为是，很快你就会明白，我想要的婚姻从来都不是你给的。轩轩，不是说好了过2天我就来提亲吗？你这么急不可耐的跑来这里做什么？轩轩，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能当着旭晨的面跟外面的男人这么亲密？搂腰就是亲密了。姐姐你没睡醒吧？那你们平时做的那些又算什么？苏轩，道歉！苏轩，你怎么对我都可以，可你不该欺负你姐！苏轩，我知道你迫不及待跟我结婚，但是你如果学不会尊重你姐，我们的婚事就先不议了。妹妹，我处处为你，没想到你这么看我。你姐姐对你良苦用心，要是再不识抬举，这婚就不要再议了。议什么？你要跟我合法老婆商议。什么？旭晨，你说话啊，这怎么可能呢？苏轩，你可以啊！为了跟我赌气，你连办假证这种下三滥的事儿都做得出来。怎么，怕我拆穿你？这玩意儿一看就是假的。假的？肯定是假的。苏轩，你早上还在跟我讨论咱俩的婚事，这还没过3个小时，你上哪儿找个人领证去？找个临时演员来骗我，这证件哪儿办的？路边电线杆子找的？电话吧。钢印、日期、编号一应俱全，现在就可以进去民政局后台核实。轩轩，姐姐知道你今天受了委屈，生玉晨的气，可婚姻大事怎么能儿戏？你不能因为一时冲动，随便在路边拉个男人就领证啊！你了解他吗？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万一他是个骗子，或者是看上了咱家的条件，你后悔都来不及。你看这男人来历不明的，谁知道他是什么居心？苏璇，你为了气我，随便在大街上拉个男人来演戏，你真让我觉得恶心。是啊，轩轩，你别被他骗了，
你了解他吗？不了解。大学4年，他每节课都坐在我后排，每次小组作业，他都会想方设法跟我分在一组。毕业那天，他站在教学楼门口等我，看着我从他面前经过。傅旭晨，那时候你正忙着给苏秋买奶茶，而他想跟我说话，最后却一个字都没说。那都多少年了？这些年他在哪儿？这1年他刚调回来，每次我被你丢在路边，只要我开口说一句来接我，他永远都在附近。车里永远放着我大学时最喜欢的歌，那些歌我一直没删。秦玉是什么人，我再清楚不过。倒是你们2个拿着身份证来民政局干什么？我再问一遍，你们2个拿着身份证大老远跑来民政局，到底要干什么？是苏，难不成是姐姐要带妹夫领证？轩轩，你别逼他了，都是我的错，是我非要拉他来的，我这都是为了你啊！你知不知道男人结婚前最容易变卦？我是你亲姐姐，我只是想替你试试看他愿不愿意为了你在这个红纸本上签字。我帮你把关怎么了？对，轩轩，我只是被你姐毛的没办法。把关？傅旭晨，你是我的未婚夫，苏秋，你是我亲姐姐，你们2个瞒着我，拿着身份证来民政局试真心，是他是不是真心，需要用你们2个的名字领个证来试。苏秋，你当我是3岁小孩，还是当你自己是活菩萨？不用跟不相干的人浪费时间。秦玉说的对，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领证是为了我好，现在人都到齐了，既然也来领证，那赶紧进去吧，别磨蹭了，工作人员快下班了，你们的真心可千万别迟到了。苏轩，你让他把手放下，我看着难受，你听见没有？让他把手放开。他是我法律认可的丈夫，他想怎么放就怎么放，想放多久就放多久。倒是你傅旭晨，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站在什么立场来管我的家事？是前男友，还是我姐的把关人？旭晨，轩轩，我求你，你跟他离婚好不好？只要你离婚，今天的事我全当没发生过。我跟苏秋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没想过背叛你，我只是觉得你太闷了，我只是想跟他闹着玩，找点乐子而已。你看你怎么开个玩笑，还真把自己给嫁了呢？赶紧去把证退了，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开玩笑。走吧，妈在家里炖了你最爱喝的汤，等我们回去。好。苏轩，苏轩，你给我站住！苏轩，你给我站住！3年，整整3年，3年，我们再在一起1000多天，不能就这样随便找个人嫁了，你不能这么对我！你这是在报复我，苏轩，你会后悔的！啊！轩轩，姐想了一晚上，有些话昨天可能没说清楚。妹夫，还没正式介绍，我叫苏秋，是轩轩的亲姐姐。轩轩从小性子就闷，有什么委屈都只爱跟我说。现在她这么冲动的嫁了人，我这个当姐姐的怎么着也得替她把关不是？把关什么？比如你这个人到底可靠不可靠？是不是贪图我们苏家的什么，或者以后会不会欺负我妹妹啊？苏小姐，有一点你搞错了，我娶的是苏轩，领证的是苏轩，过日子的是苏轩，跟我结婚的人不是你，我需不需要把关，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轩轩，姐刚才那是为了你好，你听姐一句劝，结婚这种终身大事，冲动不得，真的是魔鬼。你现在是在气头上，为了跟旭晨赌气才随便找个人领证，可日子是自己过的，到时候冷静下来后悔了，受伤的还不是你自己。你跟旭晨3年了，磕磕碰碰那是正常的，哪对情侣不吵架？你知不知道
旭晨昨天在民政局门口整整蹲了2个小时，那个样子我看了都难受，拉都拉不走。旭晨叫得真亲热，他蹲在那儿，你很心疼吧？苏轩，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心疼他是因为他是你男朋友，是我未来的妹夫。我要是不管他，他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你回头还不得怪我这个姐姐的冷血？我一直把傅旭晨当弟弟看，我对他怎么可能有想法？轩轩，你就是太敏感了，总把人心想得那么糟。轩轩，我能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吗？哪怕就10分钟。旭晨，你快进来吧，在门口站着像什么样子？轩轩，旭晨都这样了，你还能真不管他呀？姐最了解你了，你就是嘴硬心软，只要他诚心认错，你肯定会原谅我们的，对不对？我没想跟你闹成那样。这是我去年攒了整整半年的工资买的。那时候我每天加班到深夜，想着一定要给你最好的。原本是打算去年你生日就求婚的，可后来发生那么多事，我总觉得还没到时候，总想找个更完美的时机，就这么一直拖到了现在。轩轩，我把这个给你，它本来就是属于你的，你跟我走好不好？以前的事是我没分寸，你说我哪儿做的不对，我全认，我以后全改。我求求你别再说你嫁人了，我真的接受不了。生病，你胃不好，先把药喝。他不能喝太烫的，轩轩胃娇气，水得晾到60度左右才能喝。既然你知道他胃娇气，那你知不知道他每天早上要吃的是什么药，又是因为什么才落下的这身病根？是在你为了拿那个项目，在酒局上被灌得不省人事的时候，是他一杯接一杯替你挡了所有的白酒。那天晚上你抱着苏秋在 KTV 唱歌的时候，他一个人喝到胃出血，疼都站不起来，是他自己打的120救护车，一个人去的医院。粥快凉了，胃会不舒服，先吃早饭。既然你们这么关心我的婚事，下个月我跟秦玉办婚礼，如果你们感兴趣，欢迎来现场喝杯喜酒。苏轩，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旭晨为了这枚戒指攒了半年的钱，他为了见你在这守了一整夜，他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心里就一点数都没有吗？你当着他的面说这种话，你是要把他往死里逼吗？走错了。旭晨，你就这么认了？他那是……轩轩，看我把爸妈都给喊过来了，咱们一家人可是好久都没像这样团聚了。轩轩这孩子主意太正了，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提前跟家里打个招呼。阿姨来的仓促，连个像样的见面红包都没准备好，你一定要收下。是我欠考虑，没能先登门拜访，改天我一定陪轩轩回去补上礼数。好，是个周正稳重的孩子，看你对轩轩上心，我就放心了。妈，您快尝尝。您啊，也别在心里怪轩轩结婚太突然。要不是这段时间我跟旭禾走的实在太近了点儿，轩轩也不会一气之下随随便便就做了这种结婚的决定。秋秋，你刚才说你跟旭晨走得近，到底是什么意思？叔叔，您千万别误会，我这不也是为了轩轩好吗？我就这么一个妹妹，我怕旭晨那孩子对她不是真心的，就一直帮轩轩盯着她，跟她接触的多了些。男人嘛，婚前婚后两个样，我这个当姐姐的总得豁出名声去替轩轩把人试探清楚了才放心啊。我知道您平时最疼轩轩，我也一样，为了轩轩的幸福，我宁可自己在那儿当个坏人，也不愿意让她受一点点委屈。秋秋，当年你跟你妈嫁过来，我苏家上上下下从来没把你当过外人，
我一直是拿你当亲闺女疼的。在这个家里，轩轩有的东西，从来没少过一样。爸，我知道，我跟妈是后来进门的，在您心里，您永远是想着轩轩的。我不怪你们，真的，我本来就不是这个家的人，我不配跟轩轩比。可我求求你们，劝劝轩轩吧，婚姻不是儿戏，他不能拿自己的这一辈子去跟旭晨赌气啊！他跟旭晨整整3年的感情，那是说断就能断干净的吗？他现在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根本不冷静。等他这股劲儿过去了，冷静下来，发现选错了人，他会后悔一辈子的。秦先生，我接下来的话不是针对你，我只是想保护我妹妹。如果你是真的喜欢她，你就该让她想清楚，而不是趁着她跟未婚夫吵架最脆弱的时候趁虚而入。苏小姐，你刚说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轩轩，那么请问，你每次打着保护她的名义，故意在深夜给傅旭简打求助电话，故意穿着清凉在她面前晃动，故意让她把你扔在路边去哄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把你的亲妹妹置于了一个多么难堪的位置？还有，那个雨夜，你跟傅逸晨在高速行驶的车里打情骂俏，故意去舔他的手，去捏他的腿。因为你的任性，车子失控冲过黄线，撞击发生后，傅旭晨抱着受了轻微惊吓的你绝尘而去。而轩轩呢？他被卡在变形的车厢里整整4个小时，满脸是血，命悬一线。他额头上缝了6针，那块头皮坏死，这辈子都再也长不出头发。苏小姐，这就是你所谓的试探，这就是你所谓的保护。完了，全完了！素秋这个蠢货怎么敢做出这种事？素秋，你还是个人吗？这种丧尽天良的话你也说得出口？道歉，马上给你妹妹道歉！打我！你们竟然为了这点事打我！车祸是我想要的吗？那是一场意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是受害者，我也出车祸了，你们凭什么只心疼他苏璇？苏小姐，需不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伤情对比？你所谓的也出了车祸，不过是轻微脑震荡。傅逸晨就在病床前寸步不离地守了你整7天。而轩轩命悬一线，满身是血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傅旭晨在哄你睡觉。因为联系不上任何家属，他那场缝了6针的手术是他忍着剧痛自己签的字。够了，你们本就不是亲姐妹，既然缘分尽了，以后就不必要再走动了。老苏这是要断亲啊！不走动，好啊。你们都在怪我，都觉得是我的错，都觉得我苏秋是个坏女人，对吧？既然你们觉得我惦记那个男人，那好，我发誓，我要是跟傅旭晨在一起，我就不得好死！我光顾着挣钱，从来没问过轩轩心里真正想要什么，连她缝了6针都是别人告诉我的。一句话都不跟我说，他一定在心里怪我吧？我要是管住了秋秋，是不是就不会到今天这步？老苏，你骂我也好，怨我一句也好啊。轩轩，这是当年阿姨嫁给你爸的时候，我妈传给我的。阿姨一直想跟你说声对不起，是我没教好秋秋。阿姨知道你这段时间受了天大的委屈，这镯子你收下，就当阿姨的一点心意。以后跟着秦渊好好的，那孩子稳重，阿姨看出来了，他比谁都疼你。妈，请喝茶。好孩子，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门口来了个人，也不说要进来，就那么死站着，挡在车道边上，你看。
需要我去处理吗？不用，一个不相干的人，别坏了大家的兴致。旭晨，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大家都进去了，你怎么不进去？苏秋，你走吧。这人站了快1小时了，也不进来，看那样子，我估计是……先生，请问您是？旭晨，萱萱姐，你看到人事刚发的邮件了吗？傅逸晨竟然真的走了。因个人原因辞职，感谢合作，即日生效。既然是个人原因，就没什么好议论的了，干活吧。听说他走得挺急的，昨天交接完手头最后一点工作，连个散伙饭都没吃。能不急吗？闹出这么大的笑话，他在公司哪还待得下去？不过，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去哪儿了。都说了是个人原因，没什么好议论的，干活吧。傅旭晨头像变成灰色的了，联系不上傅旭晨了，电话成了空号，发微信也没回过。听说是去了个没人认识的小地方，真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萱萱，萱萱，救命啊！傅旭晨不见了，我找遍了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他租的房子也退了，整个人都不见了。他是不是出事了？萱萱，你帮帮我！苏萱，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傅旭晨不见了，他彻底失踪了。我今天去他租的房子，房东说他早就退租了。我去他公司，人家说他连交接都没做完就辞职了。我问遍了身边所有的朋友，没一个人联系得上他。他是不是故意躲起来了？是不是出事了？既然他人丢了，你就该去报警找警察。半夜3更打给我做什么？报警？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是自己要走的，警察怎么管？苏萱，他走之前肯定见过你，对不对？他那么爱你，怎么可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就人间蒸发？那是3年啊，萱萱，你们在一起整整3年，你怎么能这么绝情？你听听你现在的口气，你就一点都不担心他出意外吗？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第一，傅旭晨是我前男友，从领证那天起，我们已经彻底玩完。他的去向生死跟我没有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关系。你怎么能这么绝情？第二，以前他是走哪儿都把你挂在裤腰带上的人，你是他天天黏着捧在手心里的小野猫。既然你都找不到他，那更不该来问我这个外人。第三，现在是凌晨2点，你再敢打这种骚扰电话，我就直接报警，听懂了吗？你很闲，但我没空陪你发疯。谁的电话？大半夜吵到你了？苏秋，他说傅锡辰失踪了，跑来问我要人。以后这种电话直接挂了，不用接，没必要听他废话。要是他敢找上门闹，我来处理。我知道，只是觉得有点可笑。当初他们2个凑在一起卿卿我我，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情比金痕。现在人不见了，他反倒想起来找我了。叶丽良，先回屋吧。秦宇，我以前总觉得傅星辰留下的那个烂摊子我得负责。那是他的报应，不是你的责任。他想追悔莫及是他自己的事儿，我好不容易从那堆烂泥里爬出来，绝不会再回头跳进去看一眼。是苏秋，你先在客厅坐会儿，我去处理。轩轩，姐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来找你。有话进来说，别在门口站着丢人现眼，邻居看着像什么样子？
这是旭晨临走前留在我出租屋门口的。他当时特意叮嘱，说这辈子最后一件东西一定要交到你手里。他是真的知道错了，那一刀割在他心口上比谁都疼。轩轩，看在3年感情的份上，你就不能大发慈悲给他一次机会吗？哪怕只是见他一面，跟他说句话行吗？他让你给，你就真的眼巴巴送过来了。苏秋，我倒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听他的话了。轩轩，我知道你心里还恨我，还在生我的气，可当时我跟傅旭晨真的没什么，我们真的就是像亲姐弟一样闹着玩，我发誓。我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一步，我更没想到旭晨会因为愧疚变成那样。你就当我是个跑腿的行吗？那3年的感情，难道真的连看一眼他留的东西都不配了吗？亲姐弟闹着玩，苏秋当众掐脸打闹，把手伸进衣服里挠痒，甚至在高速公路上打情骂俏，把正牌女友扔在路边，这就是你口中所谓的姐弟？大家都是成年人，这种骗鬼的话就别拿出来秀了，真的很侮辱人的智商。就算我以前做的不对，可傅西辰对你那是实打实的，他是真的爱你啊。这3个月他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每天除了喝酒就是对着你的照片发呆。他之所以躲去外地，就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冷静下来好好反省，他在等你原谅他呀。躲去外地反省？苏秋，他躲去哪儿，因为什么而躲，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听你这口气倒像是我逼他走的一样。当然不是，轩轩，你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是因为心里有愧，他觉得对不起你，没脸见你。你就说一句原谅他行吗？只要你一句话，他肯定马上就回来了。他以前那么听你的话，你忍心看他在外面自生自灭吗？苏秋，你搞清楚，他愧疚那是他自作自受，他躲起来也是他自己懦弱的选择。我没让他愧疚，更没拿枪指着他让他躲着，自我感动。他现在做的这一切不过是在自我感动，跟他那虚伪的良心演戏，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我凭什么原谅他？车祸发生的时候，我满脸是血，被卡在变形的车厢里，命悬一线。那时候他傅一晨抱着你跑得头也不回，他想过要放我一条生路吗？我躺在病房里还没过观察期，他为了哄你开心，生生把我从床上拽到地上，害我脑震荡复发。那时候他想过放过我吗？还有这半年，他为了陪你打情骂俏，把我一个人扔在路边、雨里、高速服务区整整12次。那时候他可曾想过我是他的未婚妻？现在他跑去外地演一出深情戏，轻飘飘说一句知道错了，我就得感恩戴德的原谅。凭什么？就凭那早被你们2个耗得干干净净的3年感情？苏秋，他在我这里现在连个路边的陌生人都不如，懂了吗？秦先生，你就在旁边看着他这么绝情吗？傅旭晨再怎么说也是他谈了3年男朋友，他今天能这么心狠的对待3年的感情，你就不怕以后他也这么绝情的对你吗？我妻子做任何决定都是她的自由，她以前受过的委屈和伤害，我每一个字都记得清楚。别说她只是不原谅，就算她今天想要追究傅旭晨的法律责任，我也绝对全力支持。这种事就不劳苏小姐一个外人在这费心挑拨了。倒是苏小姐，傅旭晨这一走，你日子不好过了吧？以前他在那个位置，没少给你那破工作室介绍客户，哪怕你惹了麻烦，也总有他替你兜底。怎么，现在最大的靠山倒了，你发现没人能给你利用了，所以才急格想把他找回来，继续当你的人脉跳板和挡箭牌？你胡说！你凭什么这么羞辱我？我是真心担心他，我怕他想不开。如果你真的担心他，就该动用你的关系去查他的行踪、下落，而不是打着担心的旗号
跑到我家里来对我妻子进行道德绑架。现在，请你出去，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不打开看看，万一里面藏着他迟到的悔过书，或者那3年的深情呢？有些悔过不配被看到，没什么好看了，无非就是些廉价的旧东西，再加上几句自我感动的道歉。看了是浪费我的时间，留着还嫌晦气。好，都听你的，别让这些不相干的人坏了咱们周末的心情。苏总监，您可算来了。会客室里坐着位女士，自称是您的亲姐姐，从一早就开始闹，说要找您讨个说法。她嗓门挺大的，闹了好半天了，保洁阿姨都拦不住，说见不到您就不走，现在同事们都在议论呢。苏秋，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听见没？里面那位说是苏总监的亲姐姐。天哪，她说苏总监抢了她男朋友，还把人逼得远走他乡。平时看苏总监挺专业的，没想到私生活这么乱。苏总监，我知道了，你去忙吧。你不知道我这个妹妹心有多狠，她抢了我的挚爱，还逼得她待不下去，连夜逃走。现在她如愿以偿，嫁入豪门，连我这个亲姐姐都不认了，她是要逼死我啊！苏轩，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你把傅玉晨逼走了，现在你满意了，你成了阔太太，我们就该去死吗？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立刻把傅玉晨给我找回来，我就天天赖在你们公司门口，我让全公司的人都看看你这张虚伪的脸，我就不走了。张姐辛苦你了，麻烦大家先回去工作吧，一点家务私事我亲自处理。苏秋，你闹够了没有？我闹？苏轩，你凭良心到底是谁在闹？傅玉晨要不是被你逼到绝路，他会抛下这里一切连夜逃走吗？你不就是气他以前在公司护着我对我好吗？我都放下尊严去求你，跟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你非要逼得我们两个流落街头，非要逼死我们你才甘心是不是？逼死你们？苏秋，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傅旭晨辞职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是主动离职，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你要是再敢在我的公司造谣奢事，破坏我的名誉，我立刻要法务过来告你诽谤。你告啊！你以为你有2个臭枪我就怕你了？大家快来看啊！快来看看你们这位高高在上的苏总监，还抢了自己亲姐姐的男朋友，还仗着有权有势要把亲姐姐往死里逼啊！去抓！想让大家看什么？那正好，先看看这些。车祸诊断报告，还有缝合6针的手术单，还有那张苏轩自己签字的缴费记录。既然你想让大家都看个明白，大家也好奇，那正好，我也觉得这件事该公开处刑了。让大家都看看你这个所谓的好姐姐是怎么在高速公路上跟妹夫打情骂俏，导致车祸发生，害得亲妹妹满头是血，被困在车里整整4个小时。还有这一条条傅旭晨当初为了带你去玩，把我一个人丢在雨里，丢在高速路上的照片截图。苏秋，你捏造谎言来诬陷我，演戏演的别把自己也给骗了。让大家都开开眼，看看你是怎么穿着吊带裙，在公司聚餐上公然贴着自己妹夫打情骂俏，还让傅玉晨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你系裙带子。那个辞职跑掉的傅西晨，又是怎么在我缝了6针刚下手术台的时候强行把我拽下床，非要我去给你这个受了点惊吓的小野猫道歉？
还辱骂我在装晕。你要是觉得这样还不够闹，我明天就把这些诊断报告和聊天械速通通打印出来，贴在公司1楼大厅的布告栏里，让所有过往的合作伙伴都来评评理，到底是谁不要脸，是谁在抢别人的东西。你把手机给我，苏萱，你疯了！你不许给别人看，快给我！怎么，现在知道怕了？苏秋，当初你跟他那些烂事儿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这种后果？我告诉你，苏秋，这是我最后一次正式警告你。你以为我之前受的气是白受的窝囊气吗？自己蠢，别以为所有人都蠢。我劝你好自为之。你以后再敢来我公司闹一次，再敢在外面到处编排我的造谣，我立刻发律师函。诽谤罪、寻衅滋事罪，哪一条都足够让你在里面蹲到喝上一壶的。不信你就试试。还有，傅旭晨的事你最好烂在肚子里。你要是再因为他来找我一次，我就把你跟他以前那些恶心人的丑事儿一字不落实名制公开你所有的客户和你那圈同行那里去。别以为我怕你，你威胁不了我。威胁？我说到做到，事实就放在眼前，别给脸不要。苏萱，既然你这么绝情，我也就不讲姐妹情了，你以后可别后悔了。离远点，真晦气！真看不出来，傅旭晨跟苏秋长得人模人样的，心肠这么悍，连亲妹妹的命都不顾。苏萱，给我等着！苏总监，你也太厉害了！刚才那个女的闹得简直跟疯了一样，我刚才都吓得出了一身汗，没想到您3、2下就把她怼得没话说了，简直太飒了！行了，都别看热闹了，回工位工作吧。以后这种人再来，不用跟他废话，直接让保安把人赶出去，没必要给他留客气。明白，苏总监。苏总监，你以前脾气太好了，我们都怕您吃亏。我以前总觉得傅玉晨就是我的全部，家丑不可外扬，凡事都想给彼此留一点体面。可后来我才明白，对那种不要脸的人就不能给脸。你退一步，他就敢进10步；你给他留体面，他反倒觉得你好欺负。既然走出了泥潭，我就不可能再回去。既然他们不想要脸，那就干脆撕破脸，大家都别装了，这样反而轻松。好了，你先去工作吧。好的，苏总监。学萱，我刚听到消息，苏秋今天去公司闹了吗？怎么样，你没有受伤吧？闹了，不过刚被我赶走。放心好啦，我不会再吃亏的。做得好，萱萱辛苦了，晚上带你去吃好吃的，庆祝你今天打了一场大胜仗。原来被人撑腰的感觉，原来真的挺好。苏总监真的是太好了，多亏了您啊！刚才那个方案秦总那边很满意，说明天请大家下午茶。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功，是大家辛苦应得的。怎么会是他？傅旭晨，他傻傻的站在这里干什么？萱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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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不要走，我回来了，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再见你一面。萱萱，我知道你不想离，这3个月我一个人在外地，每天晚上闭上眼全是你的影子，不像我们大学的时候，像我们刚搬进新家的时候。我以前真的不是人，我是个混蛋。我不该因为你懂事就忽略你，不该跟苏秋搞那种拎不清的关系，更不该在那次车祸的时候把你一个人丢在车里。萱萱，萱萱，我真的知道错了。这3个月，我每天都活在后悔里，肠子都悔青了，生不如死。你能不能听我说说话？苏萱，
你打我骂我也行，求求你别这么看着我，你这种眼神就像是在看一堆垃圾。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这次是真的改了，我回这里重新开始，以后一定踏踏实实工作，再也不搞那些喜新厌旧的歪门邪道了。我什么都听你的，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咱们重新开始好不好？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我们是什么很熟悉的人吗？给我说这些。你现在名声坏了，在行业里混不下去了，落到今天这种地步，那是你当初为了苏秋丧失底线、自毁前程选的路。这些恶果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感人肺腑的悔过，更不用拿你现在的落魄来跟我卖惨求复合。我们之间早就耗尽了，我不是垃圾回收站。至于你说的重新开始，不可能，这辈子都不可能。为什么？我都已经跪下求你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跟苏秋见面了，我再也不会了。苏璇，3年感情，1000多个日夜，你就真的哪怕一点念想都没有了吗？没有。从车祸那天，我头破血流被困在变形的车厢里整整4个小时，而你抱着毫发未损的苏秋头也不回跑掉的时候，那点念想就没有了。甚至在那天，你亲口对我说，早知道车祸有这样的效果，就该早点来一次的时候，咱们之间的一切就彻底死绝了。萱萱，傅旭晨，你觉得一句对不起很有分量吗？有些错犯了就是犯了，有些伤害造成了就是造成。你当初抱着苏秋跑的时候，我卡在车里断了肋骨。你为了哄她开心拽我下床的时候，我脑震荡到呕吐。这些疼是你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就能抹平的吗？萱萱，我真的知道痛了。我这3个月……别跟我提那3个月。我不恨你了，傅旭晨，因为恨你这种人太浪费我的精力。但我这辈子也绝对不会原谅你。萱萱别走，我还有话要说。我是真放的发现离不开你，我是真的爱你啊！爱，傅旭晨，别侮辱这个字。你今天回来找我不是因为爱我，而是你在外地混不下去了吧？让我猜猜，离职后的傅旭晨去外地也因为简历上的污点处处碰壁。你发现外面的女人没有我懂事，没有我省心，更不会在你闯祸后默默替你挡酒，帮你稳住后望。你只是走投无路了，想回来找个好拿捏心又软的靠山，替你遮风挡雨，对吗？当初选我是因为我好用，后来黏着苏秋是因为她新鲜，现在你发现谁都指望不上了，又想回头来拽我。不是。可惜啊，傅旭晨，我早就不是那个只会围着你转的苏萱了，你也再也不是那个能左右我情绪的傅经理了。好自为之吧，别再让我看到你。苏萱，我真的知道错了，就一次，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行吗？就一次，我求求你了。今天结束的早。累不累？你怎么了？不累。晚上吃什么？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今天全听你的。心雨，傅先生，简历很漂亮，不过听说你上一家离职是因为私生活混乱，甚至影响到了公司在行业内的声誉，甚至还有非法干扰公事的嫌疑。那都是误会，我可以解释，是因为我前女友。傅先生，这个圈子很小，有些污点一旦沾上，一辈子都洗不掉。我们公司请不起您这尊大佛。又被拒了，那家主管以前还求着跟我合作，今天竟然连门都不让我进。傅旭晨，都怪你，要不是因为你，我的工作室怎么会倒闭？我怎么会欠下这几万块的贷款？怪我？
苏秋，你有点良心，当初是谁天天黏着我，非让我把公司的资源往你那儿引？要不是因为你，我还是大名鼎鼎的部门经理，我会连份服务员的工作都找不着。你还有脸提经理？你就是个没用的废物！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觉得你比秦玉强。苏轩是我的，我都要拿回来。没用的东西，连点钱都借不来。沈阿姨，出什么事了？秋秋现在疯了，天天在家跟我吵架，怨我没本事，怨当初没拉拢住傅玉晨。现在是阿姨没教好孩子，阿姨对不起你。沈阿姨，路是她自己选的。我知道，阿姨只是觉得亏欠你太多，你现在过得好，阿姨就知足了。但是求求你看，您多保重身体。挂了。苏总监，这是下周开春年度峰会的最终名单，放那儿吧。演讲稿我一会儿改完发你。那个，我刚才在名单里看到了一个名字苏秋，听说是他现在新供着一家小代理公司给他报的名，估计是想带他来这种大场合露露脸，多拓展点人脉。总监，要不要我跟组委会那边打个招呼，把他……知道了，让他来吧。啊，您不介意？他来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只要他不耽误我的进度，互不干涉。下班了，升了总监就是不一样，总监夫人都快见不到人了。你就贫吧。今天助理跟我说，苏秋下周也要去行业峰会。他还没死心，需要我处理吗？不用。不原谅是我给他的权利，不报复是我给自己的底线。他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全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代价。不过我了解他，绝不会安安分分看我上台发言。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小动作只会让他更难看。总监，苏秋那边一直在打听您的出场顺序，他如果不放过这个机会自取其辱，那我也没理由不成全他。下周的行业峰会，要不要我抽时间陪你一起去？苏秋那种人，现在过得越落魄，疯起来就越没底线。我陪着你，省得他当众找你麻烦。不用，秦先生，这又不是什么龙潭虎穴，只是个正儿八经的行业峰会。他苏秋就算再蠢，也不敢在那种场合公然撒野。真要是他敢跳出来闹，丢脸的也只会是他自己。我正好缺个反面教材。苏总监，峰会那边的安保流程核对过了，但是苏秋那边最近一直托人打听您的发言时间，我担心他真的会搞什么小动作。让他打听吧，我倒是想看看他能编出什么新花样来。苏秋这个人嫉妒心比命都长，他现在混得越惨，就越会觉得是我这个当妹妹的毁了他的一切。他想搞幺蛾子是他的事，但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会为了家庭和谐就委屈自己一退再退的苏萱了。明白了，那咱们的流程照旧。照旧？我有底气，有实力，身边还有爱人，他苏秋就算折腾出花来，也翻不了我的天。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属于我的光明坦途，谁也挡不住。